婚后第13年，林诗涵怀上了别人的孩子，因为要瞒着我打胎，她在女儿高烧时缺席，我忍无可忍，终于下定决心跟她离婚。带女儿去游乐场那天，我见到了22岁的林诗涵，她跟我说，如果现在的他不爱你，那我留下，我们重新在一起吧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萌萌又烧起来了，39度，护士刚给打了退烧药，体温也没能降下来。我守在床边，手心全是汗，萌萌摇晃的小手费力地抓住我的指尖。爸爸妈妈呢？他的声音微弱，但眼中充满期待。我心中苦涩，轻轻握住他的小手，露出一个温和的微笑。妈妈有点忙，但她很快就会来。萌萌一次又一次地呼唤林诗涵，而我只能以谎言安抚她。我甚至可以感觉到我的心在不自主地抽痛。手机突然震动，我低头一看，是林诗涵的秘书徐汉墨发来的林诗涵的人流报告的照片。我愣了愣，握着冷毛巾的手都在抖。萌萌猛地咳嗽了几声，我才回过神。我决定先专心照顾萌萌。医生说烧萌萌是因为扁桃体发炎，她还太小，不能手术，除了打针，就只能依靠物理降温。于是我不停地用冰水浸湿毛巾，敷在萌萌头上。随着萌萌的脸色慢慢变好，呼吸平稳，我心里终于松了口气，给林诗涵发去了消息：我们离婚吧。她回复得很快：公司有事回不去，不要闹。又是这理由，我听得耳朵都起了茧。尽管在外人眼中，她是个性格温婉、知冷知热，又会赚钱的全能太太，模范母亲，但面对我时，她总是这么吝啬，一词一句。我并未直接回答，反而将徐汉墨发的照片转发给了他。你不该打掉那个孩子，他也是一个生命。我的文字里带着疲惫，再没有原先的温情。林诗涵的电话很快打了过来，开口的语气却满是责备。我说了，我现在很忙，有事能不能等我回去再说？我累了。林诗涵，我打断了他，你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找理由来搪塞我了，我们到此为止吧。陆云熙得知我要离婚的消息，匆匆赶来，看到他，我心里稍有安慰。你真的决定好了吗？这可不是小事。我点了点头，将人流报告单的照片递给他，他仔细看了几遍，叹了口气，这是他秘书发来的。我嗯了一声，心中一片荒凉。陆云熙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那我就支持你，我会帮你找个好律师，处理离婚的事。我感激地看着他，多年的兄弟情谊让我倍感温暖。等萌萌好了，带萌萌去游乐场玩吧，我请客。他说。当我把离婚协议放在林诗涵面前时，他笑了，对我们的婚姻似乎毫不在意。还在闹脾气呢，他轻描淡写地说，语气带着一丝讥讽。他的眼神让我感觉到自己像个笑话。我告诉他，我不是在开玩笑，我是真的要跟他离婚。他叹了口气，语气稍缓和了些。我跟徐汉墨只是随便玩玩，你如果介意，我开除他就是。我摇了摇头，心中已无任何波澜。他陪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应该给他一个名分。他站起来，迈步走向我，声音又更柔了些。徐汉墨挑衅你的事，是我没处理好，但我不会随便给其他人生孩子的。你才是我唯一的丈夫。我打开了林诗涵伸来的手，嗤笑一声。林诗涵，你现在说这个，不觉得可笑吗？难道你就不考虑萌萌？他试图用孩子的名义来挽留我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说，正因为萌萌，我才决定要离婚。我不想让他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长大，
我把离婚协议书和笔一齐递向林诗涵，只希望尽快结束这一切。签字吧，我们早该结束了。林诗涵却一脸轻松地用手将她齐腰的长发往身后一撩，冷笑着说：“顾亦菲，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，死了这条心吧。”手握林诗涵出轨的铁证，他最终还是不得不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。协议规定，他名下的一半财产归我，包括这房子，还有女儿的抚养权。在民政局的长廊里，我们排队等候，他突然从身后紧紧抱住我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我们真的不能重新开始吗？”我轻轻挣开他的怀抱，深吸一口气，已经太迟了。他的眼泪滑落，我却硬着心肠，没有回应他的请求。手续很快办完，我们各自拿着自己的离婚证书，默默走出了民政局。外面阳光刺眼，但我的心在看到林诗涵向徐汉墨跑去那一刻，却像坠入冰窟。徐汉墨微笑着，轻轻拥住林诗涵，为她理着被风吹乱的发丝，而林诗涵的眼神里有着我从未见过的温柔。我站在一旁，心如刀绞，本想快步离开，但林诗涵突然转身，目光与我相遇，她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很快又被冷漠所替代。这就是你想要的？她的话语中带着些许嘲讽。是，我淡淡回应。她冷笑一声，挽起徐汉墨的手，希望你不会后悔。我妈知道我离婚了之后，气得跟我断绝了关系。陆云熙是我唯一能倾诉的人了。她看着我眼圈黑的样子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走吧，出去玩玩，放松放松。”她果断建议道。萌萌一听我说要去游乐园，笑得像朵花。爸爸，我们可以玩所有的游戏吗？他兴奋地问。当然可以。我的疲惫被他的笑声吹散。游乐园里人声鼎沸，孩子们的欢笑声此起彼伏。萌萌看到旋转木马，就拉着我跑过去。快看，那个熊熊！他指着一个身穿玩偶装的工作人员，兴奋地喊道。他眼睛亮了亮。妈妈回来了。我看着他那无辜又充满期待的眼神，心微微揪痛。那不是妈妈，萌萌。我轻轻解释，是妈妈。妈妈在工作。他不解地看着我。我们去玩你最喜欢的旋转木马，好不好？我拉过他的小手。他笑了，忘记了玩偶熊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那玩偶熊，心中突然有些怀念和林诗涵的大学时光。那时候我们俩都一穷二白，为了凑学费，不得不顶着大太阳在游乐场里一起穿着厚重的玩具装招揽游客。每到下班的时候，他总会嘟着被热得红彤彤的小脸，缠着我给他买冰冰。我就会去隔壁的奶茶店买一杯最小杯的冰沙，然后跟店员要一满杯冰块，跟他分着喝。虽然那时冰沙的味道总是会被冰块融化的水稀释得很淡，但后来的我却再没买到过那么好喝的冰沙。我们把游乐场玩了个遍，萌萌累得脸上通红。哥哥，今天最开心了。萌萌抱着棉花糖，嘴角沾满糖沫，向陆云熙跑去。陆云熙陪着我俩在游乐场里抛了一天，看着萌萌的笑，他也乐了。萌萌乖，叫爷爷。我飞起一脚把陆云熙踢开，在萌萌看不到的角度冲着他竖了个中指，然后蹲下身子轻轻帮萌萌擦掉嘴边的糖渍。陆云熙嘿嘿一笑，这才像话。看看你，有个这么可爱的女儿，还有我这好兄弟，缺个老婆，你也别太在意。我看着天空中飘过的云，是啊，生活本来就不是完美的。游乐园的喧嚣声渐渐散去，我牵着萌萌往出口走，陆云熙则抱着大大小小的战利品玩偶跟在我们身边。再次路过旋转木马时，我们遇到了一群穿着玩偶服的员工，
不远处的玩偶熊摘下了头罩，露出熟悉的脸，竟是林诗涵学生时期的模样。我惊讶地说不出完整的话。他转头，我们四目相接时，我再次看到了林诗涵年轻时清澈的眼神。是他，是真的他，丝毫没有变化。也许是我的眼神过于直勾勾，他在我的注视下显得有些迷茫。你是？他的语言带着疑惑。交谈间，我得知了不可思议的事实，他确实是年轻时的林诗涵。我找不到回去的路了。他的眼神几近乞求。游乐园给他提供了工作和一些生活费用，但他没有住处。我的心里莫名其妙地升起一股责任感，蒙蒙看向他，奶声奶气地开口：“爸爸，这个大姐姐看起来需要帮助。”我望向陆云熙，他话不多，但眼神告诉我，帮他。眼前的林诗涵，他的眼神依旧清澈，带着我熟悉的纯真与坚持。我心软了，决定帮他找个暂时的栖身之地。我可以帮你找个地方住，我对他说。把这个时空穿越的林诗涵带回家后，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悸动感。站在我面前的是那个年轻、单纯，还充满对未来憧憬的诗涵。从穿着来看，那时候的我们应该还没大学毕业吧。我略显僵硬地给他收拾着客房，而他坐在客厅里，像个孩子一样伸头看着我，等待指示。心底压抑的心绪开始泛起涟漪。他与我共度的青春年华，好像一瞬间跃然眼前。那些年的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。还记得刚毕业那会儿，我们两个年轻人，没有资金，没有人脉，掏空了所有的积蓄，才在郊区租到了一间破旧的仓库，作为我们的工作室。冬天寒风凛冽，仓库里四面透风，我们围着一个小电炉取暖，手指冻得僵硬，却依然坚持在键盘上敲打代码，设计产品。林诗涵总是笑着握住我的手说，等咱们赚了钱，一定要买个有暖气的办公室。为了省钱，我们经常自己做饭。林诗涵的厨艺简直是惨不忍睹，我也因此磨练了许多烹饪技巧。虽然味道不一定比得上餐馆，但他说家的感觉是无法替代的。每当夜幕降临，他与我坐在小桌前，谈论着未来的规划。那时的我们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，然而理想总是能轻易被现实打败。长期的碰壁让林诗涵开始剑走偏锋，他开始频繁地出入各种应酬，与那些大老板的儿子们关系暧昧，这是为了拉投资。每次我想好好跟他沟通时，他都会这样回应：“你真的懂我吗？”我至今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争吵时，他冷漠的眼神。工作的压力，生活的琐碎，以及彼此之间的猜疑，逐渐消磨了我们的感情。原本共享的梦想，也渐渐被现实的压力所消磨，变成了彼此的负担。记忆中的甜蜜，早已被岁月中的磨难磨得面目全非。12年婚姻，似乎像是两人间折磨的无底洞。我深知不能让历史重演，因此我决定给穿越来的林诗涵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安排好一切后，我开始给他恶补这12年间社会的发展知识。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，有了很多你不知道的新行业。我一边在网上搜索，一边给他讲述着股市的涨跌，还有一些重大的经济事件。他听得认真，时而皱眉，时而点头，像个勤奋的学生。还有这些，把日期和数字都记下来。我递给他一堆打印的资料，彩票号码。为什么要背这个？他显然有点困惑。我苦笑了一下，如果你能记住这些，也许你就能有个不同的未来，一个不包括我的未来。他愣了愣，在开口时声音已有些颤抖。什么意思？你后悔遇见我了吗？
我沉默不语，望着这个与12年记忆中截然不同的林诗涵，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吝啬，不想让他知道那段失败的过去。有很多事我不想让你经历，我最终还是说出了全部的真相。我告诉了他，我们后来会结婚，还会有个女儿萌萌，也告诉了他，我们也会痛苦地折磨对方，直到最终不再相爱。他听后，眼神里充满震惊和难以置信。怎么可能？他的声音微弱，手心攥紧，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更不愿相信眼前的我。我怎么可能劈腿？我们怎么可能会离婚？少年人对爱情和未来总是憧憬的。我清楚地感受到了他问题里的痛苦与不甘，因为我也曾同样这样问过自己。时间仿佛静止，只剩我们各自的心跳在回响。女儿是叫萌萌对吗？他最后问道。我点头。眼前的林诗涵似乎在为我们有个女儿而感到一丝欣慰。他站起来走向窗前，望着外面的世界，紧皱的眉头中藏着一抹苦涩。我看着他，突然有一种棒打鸳鸯的罪恶感。但这或许是拯救我们各自未来的唯一方式。确认了林诗涵已经牢记了那些能一夜暴富的方法后，我开始琢磨帮他寻找回去的途径。我决定带他去做些刺激的事。有人说，极限运动能触路人心灵深处，或许能激发时间的回溯。他微微一愣，蹦极，那种从高空跳下来的。我看着他，可能会有用。那萌萌怎么办？他有些担心。他会和我们一起去，但我不会让他做危险的事。我微笑着说。带着萌萌和林诗涵去蹦极那天，我有种回到了22岁的感觉。你不害怕吗？林诗涵看着蹦极台，眼神中藏着丝丝恐惧。我会保护你的。我挺直了身躯，牵起他的手。当我们一起往下跳的时候，我感觉到他紧抓着我的胳膊，但很快，他的尖叫声变成了欢笑。这感觉真的好奇妙。他在落地后激动地说，萌萌也在一旁拍手叫好。爸爸好棒，姐姐好棒。看着他们两个，我的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温暖。我们再去玩别的吧。萌萌兴奋地建议。好，好。林诗涵和他一样开心。我们玩了许多项目，极限跳伞、漂流，甚至是攀岩。每个项目结束后，林诗涵和萌萌都笑声满天。我们玩到半夜才回家，看着他们，感觉时间好像静止了。那晚，尽管两个小朋友一个劲儿地跟我喊饿，但我还是坚持没有点外卖，亲自给他们做了饭。林诗涵和萌萌在厨房里帮厨，没一会儿就打起了面粉大战，给我造成了不小的麻烦。但这样的麻烦让家更有了家的温馨。萌萌和林诗涵的咯咯笑声让房间里充满了欢乐。我在一旁看着，笑里藏着心痛。这些都是我一直渴望的，心中开始有了一种贪婪。我想要留住他，这个比记忆中更真实、更温暖的林诗涵。我知道这是自私的，知道这对未来的他来说也许并不公平，但在这个夜晚，我允许自己有一点点不切实际的幻想。这些日子里，看着他们相处的画面，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和安宁。萌萌对玩伴林诗涵的出现充满新鲜感，每天都缠着他玩新的游戏。林诗涵则会把我们那个时代的游戏一个一个地教给他。在家里，我常常看到他们坐在客厅的地毯上，笑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。晚上，林诗涵会给萌萌讲故事，在故事中夹杂他自己小的时候的奇思妙想。萌萌侧着头听得入神，眼睛闪烁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。那温暖的感觉让人久久不能自已。我开始真诚地希望这个时光永远不要结束。手机的震动声
在此刻的房间里显得格外突兀。屏幕亮起，是35岁的林诗涵发来的信息，消息里带着几分踌躇。他说搬家时匆忙，忘记了带走几份重要的文件，想要来拿，问我什么时间方便，我给你送去吧。回复完，我披着夜色驱车前往他的公司，走进寂静的大楼，只有林诗涵办公室的灯还在亮着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们想起了之前无数次相似的情景。他忘了带东西，我来给他送。不同的是，这一次我们之间隔着尴尬和身份的距离。走进他的办公室，徐汉墨似乎并不在这。我把文件递给了他，硬生生地挤出几句社交性的寒暄后，犹豫再三，还是问道：你22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遗憾？他被我问得一愣，片刻之后重重叹了口气。当初你放弃保研的机会，坚持要来公司帮我，我那时候不该同意的。他的话里带着一丝机不可察的歉意。后来公司做大了，我们也有了萌萌，你就再没提过你想当设计师的梦想。对此我真的很抱歉。我轻轻笑了笑，掩饰内心的起伏。我从没料到他会在这时候袒露自己的歉意。哦，那还有什么别的事？是你想做没做成的吗？我继续问道。他靠在椅背上，望着远方，想过跟你一去云南旅行，那会儿咱俩都没钱，去不成。后来有钱了，我又没了时间。你怀念过去吗？他的目光投向我，问得很轻。我顿了顿，心中复杂。不，我们都应该向前看。空气中弥漫着怪异的氛围，难以解释的感觉像是迷雾，笼罩在我们之间。然后我起身，那些文件你自己看看有没有问题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他点了点头，淡淡的谢谢你，就像是对一段回忆的告别。思来想去，我觉得我不应该放弃这次弥补遗憾的机会。我决定带着萌萌和22岁的林诗涵去云南自驾游。打包行李过程中，萌萌的兴奋劲儿溢于言表，而林诗涵的脸上则露出了一丝担忧。去那么远的地方，会很贵吧？你的钱够吗？我笑着摸了摸他的头。够哦，你想永远住在那里都够。我顺便还给他看了下我的银行卡余额。就这样，我们3人在云南的蓝天白云与青山绿水间开启了一段全新的旅程。萌萌在后座唱着儿歌，林诗涵陪着他坐在后座，伸手触摸窗外的风，颜上洋溢着快乐。车子穿过山川湖海，碧空如洗，琳琅满目的景致让我们的心情愈发高涨。我们在丽江古城漫步，在大理洱海边放风筝，在香格里拉大口吸纳号称可以吸净化心灵的空气。这里真美。林诗涵眼中闪烁着对世界的热爱。回去之后，我也要带那个时候的你来，不一定非要是云南，任何你想去的地方，他都会乐意跟你一起去的。我说着，心中涌上对那个改变了我们命运的时空错位的感激。我们到达西双版纳的当天，正赶上泼水节的盛大开始。快看，快看，他们一起在玩水呢！萌萌激动地在车里跳起来，我们也随他的指引看去。只见街上人头攒动，挥舞着各种工具，从水桶到水枪，尽情地浇灌润泽过往行人。我和林诗涵相视一笑，决定先玩再去民宿办入住。下车后，我和林诗涵像个保镖一样站在萌萌两侧，记得要小心，不要让水弄到眼睛里哦。我小心叮嘱。萌萌一脸严肃地点点头，然后拉着我俩一起快乐地跑进了人群。泼水节真是个应该推广到全国的节日，大家没了彼此的界限，在水的世界里尽情嬉戏。22岁的林诗涵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灵，
穿梭在人群中，灵巧地躲避着，然后反击。他的笑容如此真挚，任由泼来的水珠打湿了他的衣服。我被这一幕感染，放下了所有的顾虑，与他们相互泼水，相互追逐，尽情地享受着假期的快乐。林诗涵手里的水枪永不停歇，萌萌也忘情地对着我扣动扳机，而我只能苦笑着承认，我完全不是他俩对手，只得任由他们置我于水深之中。夜幕降临，我们仨身上的衣服早已湿透，手机震动，我低头一看，是35岁的林诗涵打来的电话。萌萌累得睁不开眼睛，我顾不上接电话，把手机调成了静音，照顾萌萌。快速地吃了晚饭后，林诗涵轻轻抱起她，给她换了衣服，洗了澡。我轻轻哄萌萌入睡，她累得脸颊泛红，但嘴角依旧挂着止不住的笑意。确定萌萌睡着了之后，我走到22岁的林诗涵身边，我们俩坐在窗边聊天。今天开心吗？我问。他点了点头。有钱真好。我抬头望向夜空，叹了口气。我还是更喜欢没钱的时候。是因为我让你失望了吗？虽然后来的一切都跟现在的他无关，但22岁的林诗涵看向我的眼中仍满是自责。我笑了笑，又摸了摸他的头。大概是我这辈子的好运都用来遇见你了吧？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再也回不去了？他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。我不知道。我看着此刻他眼里的万千星辰，诚实地说，但无论你在哪里，我都希望你快乐。他低下头，靠在我的肩上。即使我回不去，这里也有我的家。他话里有话。我轻抚他的长发。短暂的沉默后，我终于吐露心声。你应该拥有自己的人生，不该被困在这里。没有被困啊，对我来说，只要有你在，无论在哪里生活都是一样的。他直视我，我们的视线在宁静的空气交汇。我深深吸了口气，试图寻求内心的答案。我无法开口。每次他对我微笑，我都感觉到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冲突。在我犹豫时，他靠近我，眼神清澈而深邃。我的心跳加速，理智在不停在向我摇旗呐喊，但我的心却让我反其道而行之。最后，身体战胜了心智，我微微俯下身，吻上了他。他回应的那一刻，是我思考的终结。这一刻，我真的想要他留下，即使错了，我也愿意承担所有。很快，新学期到了，萌萌即将迎来她在幼儿园的新生活。早晨，我跟22岁的林诗涵一前一后走进萌萌的房间。宝贝，起床了。林诗涵轻声叫醒她。萌萌揉揉眼睛，笑容渐渐在她小小的脸上绽放。爸爸，姐姐，我们一起去上学吧。她兴奋地说。好，我微笑着回答。我和林诗涵很默契的都没有跟萌萌解释现在这个林诗涵的身份，她还太小，不应该承担成人世界的复杂与沉重。我们一起走在通往幼儿园的小路上，萌萌左手紧紧牵着我，右手抓着林诗涵，兴奋地在我们中间跳来跳去，嘴里念着他即将要见到的小朋友们。走到幼儿园门口，阳光正好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洋溢在空气中。正当我们准备告别萌萌，离开幼儿园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们视线中，我的心脏也随之狠狠地跳了一下。这个时间线上的林诗涵正手挽着徐汉墨，两人在幼儿园门口和老师交谈着。我和穿越而来的林诗涵对视一眼，眼神中既有尴尬也有不安。萌萌还没有注意到气氛的异常，她正在兴奋地给小朋友们展示她的小背包里有哪些新玩具。快看，那不是萌萌吗？徐汉墨这时注意到了我们这个时期的林诗涵，眉宇间
带着成熟与世故，与我身边这个满脸天真温柔的年轻林诗涵判若两人。35岁的林诗涵抬头，目光在我们三人身上流连，混乱在幼儿园门口迅速升级。35岁的林诗涵步伐坚定，不带任何征兆地给了22岁的林诗涵一个响亮的耳光。萌萌被眼前的情形吓坏了，她抓着35岁的林诗涵的裤腿，眼泪汪汪地哭喊道：“妈妈，不要打姐姐！”35岁的我对22岁的他的举动震惊不已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羞辱，他毫不示弱地回手甩了一巴掌给35岁的林诗涵。眼看着35岁的林诗涵落了下风，徐汉墨撸起袖子就要上前帮忙，我眼疾手快，立刻伸手拉住他的衣服领子，他一脚踩空，摔在了地上。他恼羞成怒，开始对我进行言语攻击。看看你，离婚了还这么能耐，找个这么年轻的，真是好本事啊！难怪非要离婚，原来在外面早有新欢了呀。他的话中充满了讥讽。你知道个屁！我懒得跟他解释，皱着眉头朝着他肚子踹了一脚。22岁的林诗涵则忍不住发问，质问35岁的自己：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你怎么会喜欢上别人？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离我女儿远一点！35岁的林诗涵怒骂道。她显然还没认出年轻时的自己，以为22岁的林诗涵是我红杏出墙的证据。我刚想上去拉架，萌萌的哭声断断续续响起，我紧紧抱着萌萌，试图给她带来一丝安全感。徐汉墨不合时宜地插嘴：拿诗涵的钱来养小老婆，你也好意思？林诗涵嘴角也露出一丝讽刺的笑：你是不是忘不了我，还要按照我的样子来找女朋友？22岁的林诗涵不甘示弱，她的声音中满是怒火：是你辜负了他，凭什么在这里对他指指点点？两个时空的林诗涵都不愿退让，他们的气焰恍如两道发光的剑锋，互不相让。35岁的林诗涵冷笑着：看来你找的新女朋友倒是有足够的胆量。我此时已无法再解释什么，任由他的怒火和误解加诸于我。停手吧，你们吓到萌萌了。但我的声音在这场争执中显得微不足道。幼儿园外的街道上，车辆川流不息，行人络绎不绝。然而，所有人的注意力还停留在刚才的争执中，气氛依旧紧张而沉重。突然，萌萌的眼睛瞥见了马路对面的交警，那双稚嫩的眼睛里瞬间闪现出希望的光芒。我曾经告诉他，遇到麻烦时要找警察叔叔，所以在我不注意的瞬间，他挣脱了我的手，小小的身影突然奔向街对面。萌萌！我和两个林诗涵都惊呼出声，但一切都太快了。就在我们冲向前去的同时，一辆飞速行驶的汽车擦过他的身体，发出刺耳的急刹声，随即又加速逃离了现场。眼看着萌萌倒在路中央，没有了任何动静，我心仿佛被撕裂了一样，身上顿时被一股无力感占据。但我仍强迫自己冲过去，抱起了他。快，去医院！35岁的林诗涵的声音带着哭腔，他冲过来帮我扶住萌萌。我们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，生命在这一刻显得如此脆弱。22岁的林诗涵僵在原地，瞪大眼睛，满脸惊恐。快，快！我催促着，声音颤抖到极点。35岁的林诗涵和我一起将萌萌抬进了车里。徐汉墨此时也不再有先前的趾高气扬，愣愣地跟在后面。车内，我用力握着萌萌的小手，心里默念着各种祈祷，只希望她能够安全。35岁的林诗涵打电话联系医院，
他努力控制着情绪，但声音依旧微颤。我们马上到，请准备好急救设施。车辆穿梭在繁忙的街道上，我全神贯注地看着萌萌，那张平时充满笑容的小脸，此刻惨白如纸，毫无生气。到医院后，急救团队立刻对萌萌展开了抢救。22岁的林诗涵此时跑了进来，满脸哭红，捂着嘴巴，泪水肆意流泻。我们3个成了最无力的旁观者，只能守候在走廊里，等待医生传来任何消息。孩子需要输血，医院现在血库里储量不足，有没有朋友或亲属是一样的 O 型血？医生的面色严肃。22岁的林诗涵迅速回答道：“我可以，我是 O 型。”我立刻拦住了他：“不行，直系亲属的血液不适合直接输血。徐汉墨呢？他什么血？”22岁的林诗涵愣了一下，然后紧张地看着我，他的眼眸中闪烁着问号。35岁的林诗涵此时也愕然地看着我们2个，显然是被这突如其来的信息弄得不知所措。说话呀，徐汉墨什么血型？我急得不行。A 型。35岁的林诗涵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，显然他对我的话感到格外困惑。我没有时间解释太多，我必须迅速找人帮忙。拿出来电话拨给陆云熙，电话响了几声后，陆云熙接了电话。怎么了？声音听着不对劲。萌萌出事了，她需要输血。你是不是 O 型血？我的话语急迫而沉重。是 O 型，我这就过去。随着陆云熙简短有力的回答传来，我终于看到了萌萌生的希望。手术室门上的红灯终于熄灭了，门缓缓打开，医生戴着口罩走了出来。我们3个人是同时站起身，急切地等待着医生的口信。手术很成功，孩子已经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。我心中的重石瞬间减轻了几分。现在，你可以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？35岁的林诗涵的声音带上了些怒气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此刻除了坦白，我别无选择。好吧，我叙述起了那个如同科幻小说情节的事实。一个年轻的22岁刚毕业的林诗涵，穿越时空来到了现在，然后坠入了我和当前生活的轨迹。他并不了解我们之间的事，他不知道这个家的复杂过往。我尽量给予35岁的林诗涵时间消化。22岁的你还活在我们美好回忆的世界里。我看见35岁的林诗涵的眼中开始聚焦，从震惊慢慢变为思索。你是说他从过去来的？他缓缓开口，语气中带着难以置信。对，我点头确认。沉默了片刻，一开始我以为是个巧合，但现在我很确定，他就是你。我尽力让我的声音稳定。22岁的林诗涵站在旁边，目光游移不定，他似乎也在竭力消化这一超乎寻常的现实。困惑、痛苦、愤怒、无奈，所有复杂的情绪在我们3人之间缠绕。此刻，我多么希望所有的不幸都能像一梦散去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医院的白墙和消毒液的味道几乎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35岁的林诗涵虽然跟22岁的自己说话还是夹枪带棒的，但他对我的态度明显温柔了很多。也许是因为发现了我没有变心，也许是22岁的林诗涵的出现让他找回了初心。他开始有所改变，开始卖力地讨好我和萌萌。每天下午，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病房门口，手里提着营养师特制的营养餐，这个对他恢复很有帮助。他说着，嘴角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然而，小小的萌萌虽然不会拒绝，
但他总是吃得无精打采，想念着22岁林诗涵带来的简单而美味的家常菜。好吃吗？35岁的林诗涵试图在餐点间跟萌萌交流，期望引起他的兴趣。萌萌迟疑的回答中藏着不太愿意继续吃下去的真实感受。22岁的林诗涵总是格外敏锐，他察觉到了萌萌的小变化，给他带来了精心制作的小鸡炖蘑菇、番茄炒蛋。萌萌一看见那熟悉的饭菜，笑容登时敞开。我最喜欢的。35岁的林诗涵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，表情中难掩尴尬与无奈。他一向忙于工作与社交，对女儿的口味和喜好向来关注不多，所以尽管他在孩子的饮食方面格外努力，却一直不得要领。隔天，35岁的林诗涵又给他带来了很多玩具，有拼图，有电子宠物，有画笔和涂色本。萌萌兴奋地打开每一个包装，但很快他发现玩具都是他已经有了的。他的笑容逐渐僵硬。妈妈，我已经有这些玩具了。35岁的林诗涵呆呆站在那里，看着萌萌失落的小脸。他突然明白了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并没有被孩子领情。不好玩吗？他尝试着问，声音里带着几分期待。不是，萌萌摇摇头，但是我都玩过好多次了。房间里的气氛变得微妙而尴尬。35岁的林诗涵站在那里，似乎不知道如何补救。萌萌当然不会责怪他的妈妈，但在35岁的林诗涵的表情中，我读出了一份沉痛的自责。我看着坐在床上嘟着小脸的萌萌，再看看一脸愧疚的35岁林诗涵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医院的夜依然寂静，我刚走出病房，准备去接水，22岁的林诗涵拦住了我。我有种感觉，我可能要回去了。他的声音低沉，又带着几分不舍。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愣住了，心中涌起了一种莫名的不舍。你确定？我追问。是，我看不见镜子里的自己了。他凝视着我，眼睛里清澈见底，而且我也没有影子了。我循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月光下只剩我自己的影子，孤零零地映在走廊的墙上。他沉默片刻，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如果能够再来一次，你还会想要和我在一起吗？跟他在一起的这么长时间，我曾自私地想要留下他，也曾自私地想要让他代替35岁的林诗涵，但只有这个问题，我一直没能想出答案。我闭上了眼睛，深吸一口气。我希望把选择权给那个时候的你和我。他望向我，眼中似乎闪过一丝释怀的光芒。谢谢你。他的声音机不可闻。我含泪目送着他远离，想要让自己的身体牢牢记住此刻他的声音和温度。当我带着一杯温暖的水走回病房时，看到了桌上的信。信封上我的名字被写得清晰端正。我轻轻地拆开它，字条中每一个字迹都如他平日的温柔。我去找你了。信的最后是他的名字，还有他的一个吻印。这封信是他的告别，却全然不带着悲伤，只有对未来无限的祝愿。我的手指轻轻拂过那吻印，如同抚过他温暖的脸颊。回首间，我看向病房里，35岁的林诗涵正轻声哄着萌萌睡觉，她的身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温柔。当时间线被扶回正轨，35岁的林诗涵找到了我，带着找回了一些往昔的他的表情。他停顿了一下，我想我们可以再试一次。我的心头闪过一丝犹豫，但那犹豫转瞬即逝。诗涵，过去的我们已经走到了尽头。我缓缓开口，我不能再回到那个时候。我望着他的眼睛，直视那无比熟悉的深邃。
停留在原地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我说，我也需要去找回自己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我与陆云熙合作，共同开办了一家设计公司。这是一个追求梦想的地方，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创造和希望。在公司里，每当我拿起画笔，画出一笔一画，我都感到内心的平静和快乐。这是属于我的世界，是我路上唯一确定的东西，不再是家庭中的辅佐者，不再是过往中的配角。我要成为自己故事的主人，找回那些年中迷失的自我。至于林诗涵，我相信他也一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，找到属于他的新的爱与生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